2010至2020年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转型的第一个10年，也是咱们尝试坐上谈判桌，结果被迫重温鸦片时的10年。福建晋华被诬陷侵犯美光专利，到现在也没个说法。中兴遭遇无妄之灾，各地赔款才解除停摆危机。华为被逼助量出备胎麒麟，麒麟芯片又被逼成了绝唱。不得不承认的是，这招真的厉害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就让苹果、高通又或者甲乙丙丁顺利地运走了大量白银。不过，这也算是福祸相依，再也没有科技巨头会一脸光荣地说自己选择的是茂工技。不少高校人才也听进去了任正非的那句板凳要做10年了，把赚快钱的梦想换成了投入半导体产业链。与此同时，大陆半导体设备的投资额也从2018年的61.27亿元上升至2020年的1400亿元。企业之间也各有分工，造光科技的稳住心态，造科实际的再接再厉，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。理论上来说，咱们有钱有人有市场，加之第一名因为摩尔定律失效而步履蹒跚，追上是迟早的事。但现实却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残酷，因为英特尔、高通、微软、谷歌等美企拉住三星、台积电，把赛道给换了。据雷锋网3月3日消息，英特尔、台积电、三星等企业已组建小芯片联盟，目的是为了制定一个方便小芯片互联的行业新规 Archie 小芯片互通规范，大家力往一处，从而突破摩尔定律。小芯片是一种区别于传统 SoC 的新芯片研发理念，指的是通过运用带裸片对裸片内部互联技术，将多颗规格比常规 SoC 更小的芯片组合使用，从而达到性能更强的目的。这要求厂商之间签订合作协议，在裸片之间建立互联接口，从图纸到生产封装都保持高度统一。简而言之，想要用小芯片取代传统 SoC，最重要的是有企业愿意跟你一起，队伍越大，组合而成的异构芯片越强，对其他企业的排斥性也就越强。按理来说，这是好事，咱们也能用得上。但是笔者注意到，Archie 联盟虽然遍及芯片设计、生产和封装环节，但其中并没有任何一家大陆企业，甚至于华为和阿里平头哥均有布局的 Rack 微架构也被排除在外。这就不是咱们参与还是不参与的问题，而是必须引起警惕。首先，中国的半导体硬实力并不弱，无论是中微公司研发的5纳米刻蚀机，还是华为的5纳米麒麟，都处于全球一线水平，没道理尝试新方案，不带上我们一起。其次，成员中的大部分企业都与中国消费者有着紧密的联系，比如高通在中国市场布局20年有余，一半以上的营业收入都来自于中国市场。苹果的电子产品虽然号称销往全球，但中国市场贡献的营业额比他们本土贡献的还多，更别提什么电脑领域的 AMD、微软和英特尔了，几乎是离了他们电脑开不了机。从这一角度来看，即便中国所有的半导体相关企业都未触及行业顶尖水平，出于尊重，也应该带上咱们一起。最后，主流架构只有 x86 与 ARM、Rack 微架构不过旁枝末节，还具有指令集简单、开放性强的优点，为什么要将它排除在外？如果不是阿里平头哥先后推出寒光800 AI 芯片、玄铁910芯片，并开发出基于该架构设计的芯片开发平台无间奏，这款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开发并放养的架构，压根不会走入中国百姓的视野。如今成立 Archie 联盟，不带咱们一起就算了，还对 Rack 微架构落井下石，又算怎么回事？显而易见，他们这是摊牌了，堵住了我们的退路。继华为、海思之后，中兴、小米、OPPO、紫光、展锐等国内企业陆续传来喜讯，产业链上的兄弟姐妹也不再偏安一隅，而是布局芯片、光刻胶、一代设计软件等明显短板，准备一网打尽。这股气势让稳坐钓鱼台的荷兰光刻机巨头 ASML 都需要常常站出来泼冷水，就不难理解 Archie 联盟成员的心情了。英特尔组建这个联盟，就是想要给咱们一个下马威。中国企业不是厉害吗？有种所有芯片都自己造，造不出来，那就继续掏钱。一旦苹果不再中立，
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。据环球网3月1日消息，苹果在当日晚间发布声明称暂停在俄的产品销售业务，并限制苹果的 Apple Pay 支付功能。造成的结果是，普通百姓起床之后，发现有一群被堵在地铁口，因为身上没带钱的苹果粉丝，致使多的交通出现问题。除此之外，苹果还以保护之名，单方面在自家的地图 Pop 中禁用了 Traffic 交通和 Live Answer 单词事故现场功能。你能想象你坐不了地铁，开车又无法用导航的狼狈吗？这些服务明明早已被打包好，大家银货两讫，结果就因为苹果公司觉得自己不能再中立了，用了好些日子的 iPhone 就变成了一块板砖。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！如果驾驶途中特斯拉锁定你的电动汽车，如果办公过程中微软突然拔了你的网线，如果此时的你正在前线，让人略感安慰的是，在以逆光男为代表的无数仁人志士的努力之下，许多网友对于苹果的突然发难保持了高度的重视。大家又想起了本可以永保国货之光的联想，想到了10年饮冰，热血难量逆光男，想到了无论华为营收如何震荡，任正非都始终坚持研发的那些小玩意儿，比如手机处理器芯片麒麟、WiFi 芯片凌霄、平板芯片鸿鹄、射频芯片巴龙、5G 基站核心芯片天罡、人工智能芯片升腾和 PC 服务器芯片鲲鹏，又比如手机电脑操作系统鸿蒙，自研编程语言仓结合自己的地图 APP 河图，还比如那些华为尚不打算公之于众的黑科技。用一位网友的话收尾，华为中招的真实原因，难道真的仅仅只是因为 5G 技术太发达，影响了高通的躺赚生活吗？何止手机，华为缺席电信100亿订单，任正非防守不如主动出击。严格来说，华为真正走进大众视野，是在 5G 投票门之后。在此之前，苹果就是国人心中最好的手机品牌，芯片也算不得什么家喻户晓的新事。即便到了现在，华为的年营收从8914亿元缩减至6340亿元，当我们谈起华为时，说的也都是英麒麟芯片无人代工。华为手机年销量排名自全球第3跌至全球第9，但这就是华为的全部危机吗？不对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在2个月前的华为年报发布会上，轮值董事长郭平是这样总结2021年的整体经营结果符合预期， 2C 消费者业务受到较大影响， 2B 企业业务表现稳定。乍一看，云淡风轻，一切尽在掌握。实际上呢，冷暖自知，不足为人道也。要知道，在2019年以前，华为年营收的同比增长率基本稳定在20%左右。2020年的8914亿元已经是受伤状态了，可是2021年在此基础上还跌了29%，这背后到底是一组多么残酷的数字，笔者无从得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郭平董事长的那句总结应该加上2个字去理解，即目前。就目前而言，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，消费者业务肯定是艰难度日，再怎么小心备货，也架不住留给我们造星的时间太短。企业端业务稍微好些，起码稳住了2021年的账面收入。至于私底下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就留待2022年总结。2月下旬，中国电信公布了2022比2023年服务器集中采购项目的中标结果，整整20万台服务器，总价接近1000亿元的大订单，共有包括联想、烽火、浪潮在内的12家厂商入选，却没有华为。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。细究之下，笔者发现早在2021年下半年，华为就开始缺席3大运营商的服务器竞标盛会，甚至还出现竞选成功，然后自己主动放弃的异常行为。这一幕与华为发布旗舰手机，然后长期缺货和其相似。消费者业务受芯片影响，将会持续低迷，直到国内补齐起码14纳米工艺以上的纯国产芯片生产链。企业端业务的零部件也不如想象中的充裕，就算3大运营商愿意等， 5G 也不等人。至于营收规模已经超过1000亿的华为云，除非发展到一览众山小的地步，否则短期内也挑不起营收的大梁。2022年的华为打算怎么办？会像其他科技公司一样砍产品线、裁员，
降低研发投入吗？2月28日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用行动给出了答案。据雷锋网消息，华为内部正热热闹闹的组建用于开疆拓土的10大预备军团，专攻互动媒体、显示星河、数据中心网络等项目，以1:2:7的比例分布于个人消费者业务、芯片业务和企业端业务，带队的都是从业经验丰富且具有海外市场工作经验的华为老人。背后敲定并持续督导该项目的人正是任正非。考虑到任正非已经是79岁高龄，此举说是亲自挂帅也不为过。根据项目内容以及选人标准来看，华为制定的战略是与其被动防守，不如主动出击，而且出击就要打得远，不能光是在家门口挣钱，要走出去。一如22年前，华为员工满世界推荐自家的基站，时下的市场比当年更加严酷，但华为却也比当年要强壮得多。不知怎的，笔者忽然就想起当年华为举办首次出征将士送行大会，写在横幅上的那句话：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。